不哭不哭啊，乖。好，你说这冯大办怎么还没来呀？再派人去找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看看冯大办回来没有。主子，冯宝来了。快进来吧。哎，哄哄世子，让他把礼冠带上。奴婢身上脏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先哄好了，抱过去。是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哦，看看不哭了啊！看看，哎呦，大伴来喽！来了！带上试试。禀王爷王妃，皇上御驾已经离宫了。来，怎么礼冠还带不上啊？冯宝有没有办法呀？把靴子换上。快想想办法。主子，那奴婢就放肆了。要不先把礼冠戴在奴婢头上吧。戴吧。赶紧把礼冠戴上去。来，世子爷，来，世子看看啊，乖啊，你看，好看吗？来，撤了，世子爷，都撤了，多好看呢！你看，乖啊，多好看！来，来，戴上啊！多好看呢！真乖，真好。带他干什么嘛？哎呦，你有功，朕要赏你。哎呦。王妃，父皇是在跟你说话。这都是列祖列宗之德，是父皇敬天爱民的福报，臣妾何敢言功？有功就是有功嘛，朕也不赏你别的。你娘家出身贫寒，朕就给你父亲封个侯吧。儿臣代丽妃一门，磕谢父皇天恩。好事嘛，不要哭。今年江浙的丝绸多了，赏10万匹给李妃的家里。是。磕谢父皇天恩。不用谢恩了。
提针，把皇孙好好带着。大喜的日子，奴婢再给主子报个小喜。江南的织造局这回跟西洋的商人一次就谈好了50万匹丝绸的生意。50万匹卖到西洋是多少钱？在我大明各省卖的是6两银子一匹，运往西洋能卖到15两银子一匹，每匹多赚9两，50万匹便能赚450万两。好事。浙江那边产的丝能跟上吗？胡宗宪有个奏书，等想回宫以后再给主子看。是不是向朕诉苦？圣明无过主子。诉苦的话，朕就不看了。有苦让他向内阁诉去。是。今天的晚膳，朕就不回宫吃了，就在这里讨一顿斋饭吃吧。儿臣等滔天之恩，敬陪父皇进斋。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的信你写，告诉他们不要理胡宗宪，放开手去干，死活也就端午训这一个机会了，先把那9个县淹了。然后让那些丝绸大户准备好粮食去买田，买完田立刻给我种上桑苗，我今年就要建蚕丝。明白。胡宗宪那道奏书怎么回批？胡宗宪的奏书我来批，得让他明白，他的天上只有一片云，那片云就是我们严家。不堂，不堂，听说奏书批回了，你坐吧。上面给我来信了，经历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他们对你有说法，你想知道吗？不想知道。我想总督署你就不要待了，准备一下就走吧。我不会走，我也不能走。真到了朝廷追究的那天，我谭伦在，就没有你胡汝贞的罪。哼，都10年过去了，你谭伦还是没有长进，我就不知道裕王爷怎么会如此器重你。你是说，我还没有学到为官3思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胡宗宪没有退路，也没有什么可变。那我这次本不该来。你是不该来。看起来还是他们知人。你说的是裕王身边那几个人吧？那就恕我直言，他们也不过高谈阔论，书生而已。你听我说完。这一次你谭伦来，我这样做了；你谭伦不来，我也会这样做。你谭伦明天走了，我胡宗宪还会这样做。因此，用不着谭伦你来劝我怎么做，更谈不上你谭伦事后来替我顶罪。朝野都知道，我是严阁老提携的人。千秋万代以后，史书上我胡宗宪还会是严阁老的人。可你谭伦还有朝里那些清流，为什么还会看重我？就是因为我胡某在大事上从来上不误国，下不误民。我的老家给我竖了3座牌坊，我都50多了，活到70也就再熬个10几年，我不会让老家人把我的牌坊拆了。
你们都自以为知人，自以为知事，可是有几个人真知人知事的？就说眼下由改道为桑这个国策引起的大事吧。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并田地，浙江立刻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了田地。那么多没田地的百姓聚在这7山2水1分田的地方，今年不反，明年不反，后年再后年必反。到时候外有倭寇，内有反民，第一个罪人就是我胡宗宪。千秋万代，我的罪名就会钉死在浙江。你来与不来，我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干。无论是想劝我，还是想帮我，都只有一个后果：把大局给搅砸了。不打，你能否把话说得再明白些？当初你谈论不来，我还可以向严阁老进言，也可以向皇上上奏书说明事由。我可以慢慢做，比方把今年就要将一半的稻田改种桑苗的方案，分成3年做完。事缓则圆，大事上有转圜的余地。因为你来了，从上到下都把我胡宗宪看成是党争之人。你们想要我做的事，我还能做下去吗？年初朝廷议这个国策的时候，他们要是真想做，就不该让这个国策落到浙江。现在落得我说的话上面不会听了，我想在浙江做的事，上面也不会让我做了。都是江南最好的猪公。像这样织，每天能织多少？12个时辰换2班织，一台机子每天能织60。那也就是说，一个这样的作坊，一年最多也就织个8000匹。回公公，我有25个作坊，像这样织，每年也织不到20万匹。请来，郑大人陪杨公公上座吧。啊，你陪杨公公说话，你们坐上面吧。您是主人，就坐这儿吧。也好，我好向各位大人说事。请。这茶不错，今年第一茬的狮峰龙井，是赶在夜里露芽的时候采的。好。是顶尖的上品。好，产的少，给吕公公和阁老、小阁老，每人准备了2斤。各位大人委屈点儿，每人准备了1斤。您自个儿呢？老习惯了，喜欢喝白水。你看是吧？这都是跟自个儿过不去的人。3000架织机，几万亩桑田，还有上百家的绸缎行、茶叶行，可自个儿却喝白水、吃斋，还穿着粗布衣服。您这个穷，装给谁看呢？卖油的娘子水梳头，我那些织机、绸行，都是给织造局开的。哪天杨公公瞧着我不顺眼了，
一脚踹了我，我照样能活。别介，那严阁老和李公公还不得把我给杀了？严重了。好，咱们说正题儿吧。30万匹丝绸啊，上面打招呼了，10万匹让江苏的老胡干，20万匹让你来干。照这么算来，你至少还得增加3000架织机，盖作坊、造织机还得有些日子。你干得怎么样了？朝廷交办的事，累死了我也不敢耽误。关口是桑田，没有桑田供不了那么多蚕丝，增了织机，也增不了丝绸啊。桑田最多1个月就能给你。关口是买田的粮，你备好了没有？那要看大人们能给我多少田。按今年你要多产20万匹丝绸算，你需要多少田？如果是成年桑树，有20万亩就行。可要是等到下一个月才改种，下半年长出来还是桑苗，这样算来的话，至少50万亩。好你个神铁算盘！那多出的30万亩，最多后年也成了成年桑树了，那可就不止多产20万匹丝绸了。我刚才说了，再多的织机，再多的绸行，还不是给织造局和各位大人开的。我就是想吞，没那么大的口，也没那么大的胆。马宁远呢？什么时候到？前天就给信儿了。从淳安赶来，快到了吧？这是年初阁老、小阁老给我的信，还有批回的奏本，都在这里。你看不看？我不看了。为什么不看？我知道的越多，你干的就会越难。《左传》上说：“君以此幸，必以此亡。”我是严阁老重用的人，终有一天会跟着严阁老同落。那一天大树倾倒，总算还有个谭伦替我说几句公道话。这个时候你在浙江，他们多少会有点顾忌。裕王爷是以参军的身份推荐你来的，你这就到戚继光那儿去。什么？这事要瞒着步堂大人？官府乱了，官军不能再乱。不是我们要瞒着步堂，是阁老和小阁老打的招呼。阁老和小阁老不信任步堂大人了，也不能说不信任。那个谭伦在步堂身边，瞒着步堂是为了瞒上面那些人。那还是不信任步堂大人吗？认死理，怎么说你才能讲得通？我问你，你听胡步堂的，那胡步堂听谁的？当然得听阁老和小阁老的。这不就结了？肯干事儿认上司，这是你的长处。可是肯干事儿不是指一指就拜一拜。你认胡步堂，胡步堂认阁老，那你按阁老的意思办，还能会错吗？还有，阁老家瞒着胡步堂，用意也是要保护胡步堂啊，免得谭伦他们知道了，捅到裕王那里去，第一个问罪的便是胡步堂啊。
我干。关口是那么多县被大水淹了以后，不能饿死人，我不能让布唐大人到时下不来台。省里官仓的那点粮，你们当然不够。沈老板啊，麦田的粮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麦田的粮我一粒也不会少。从现在开始到端午汛也就半个月了，这15天里，沿新安江的每个堰口一定要派兵把守。大水到来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接近堰口。毁堰的事儿要是走漏半点风声，到时候谁也保不了谁。沈老板，你那儿还有没有100年的老山参？不多，还有2只，给我吧。怎么？我是想把它送给布唐大人。哎，你可别犯浑呐，将事情又漏给了胡布唐。不相信我，这事就交别人干好了。事情都瞒着他干，到时候担子还是他担。都累成那样了，我送2颗山参你也犯疑？哼，好啊，又有忠又有义，这才是干大事的人。沈老板，就把你那2颗老山参给马大人吧。好。派人去堰口放水了吗？去了，都去办了。你背后拿的什么东西？2只山参。我知道你不许我们给你送东西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实在是这一项，看着你受的太多了。好好当差，比送我什么都强。东西放这儿，到各处堰口去看看吧。是。农谚云：“狂风不终朝，暴雨不终夕。”可明嘉靖40年，新安江端午汛的暴雨却日夜下了3天，这给严党在浙江的官员和江南织造局带来了机会。亏他们敢想敢做，借改道为桑，推行国策之名，行贱买兼并沿岸百姓土地之实，竟然一连炸开了9个县的闸口，毁堤淹田。一场由人祸酿成的天灾，正向新安江沿岸的百姓逼来。监管李玄，开门呐！哎，干爹，干爹，9个县的堰口都裂了，一定是有人要绝口，这是要害儿子、害干爹您呐！谁毁堤了？谁要害你啊？整个大堤，9个堰口都是儿子去年监管修建的，固若金汤一般，绝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？
哪有金汤一样的咽口？芸娘，拿我的衣服给她换上。还不快起来，把你这身尸皮剥了！9个县呢？要是都淹了，儿子这颗头死不了你。起来，把衣服换了，就在织造局待着，哪也别去。干爹，这事儿您都知道？知道什么？我也不知道知道什么。不知道就是你的福分。我可告诉你，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4两重，可要上了秤，1000斤都打不住。我们是宫里的人，只管老祖宗吩咐下来的事情。地方衙门的事儿，捅破了天，也让地方衙门的人自个儿跟自个儿踹被窝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河道衙门你就不用去了，烟田死人，你都在这待着。干爹，那赶紧给儿子挪个位子吧。已经给老祖宗报上去了，等老祖宗的回话吧。啊，儿子明白。这是你换衣服的地方吗？啊，儿子该死！谢谢干爹。站住！你不谢谢芸娘？谢谢干娘。去吧。布堂大人，河道监管的，去布政使衙门、按察使衙门和织造局报险情去了。险情到底怎样？他怎么说？好像是说，9个县每个县的堰口闸门都裂了口子，沙包扔下去就被冲走了，根本堵不住。天地不仁呐！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去传安。这么大的雨，大人，你牵马。快牵布堂大人的马，去大营带兵，到大礼以后立即来见我。是。哎，杨公公不来了，那我们就先入席吧。他是主事的，这个时候不来。这算什么呀？那我们就先议完了再请杨公公拍板。马大人，今天你是第一功臣，你做上首。什么功臣？天下第1号罪人罢了。到时候砍头抄家，各位大人照看一下我的家人就是了。为朝廷做事，功罪非常人所能论之。只要干好了改道为桑，功在国家，利在千秋。淹了田不饿死人，就什么也好说。沈老板啊，买田的粮你可要加紧抢运，饿死了1个人，那便是罪啊。
各位大人放心，只要有1分田，就有1分粮。饿死的人，我去抵命。好，来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来，到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谈不上放心不放心的。听说布唐大人已经去了堤上，我要是还在这儿喝酒，那我便是没了心，也没了肝肺。我们要不要去啊？准备下包。下包！堵不住吗？事先毫无准备，堵不住是意料中事。9个县9个堰口，我们这里堵不住，那8个堰口更堵不住。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那天马宁远给我送山参，我就应该想到的。几百万生民，千秋之罪呀！如此伤天害理，翻遍史书，亘古未有，任谁也想不到。看这个样子，得分红。淹9个县不如淹1个2个县，到时候赈灾的粮食也好筹备些。远靖也这么想，也这么想，但这个决心要你下。对淳安建德的百姓也不好交代呀。先尽人事，远靖准备让士兵们跳到决口里赌一次，能赌上，便9个县都让人去赌，死了人还赌不上，对百姓也是个交代。那也得赶紧疏散百姓。已经安排好了，好在4处是山，百姓疏散很快。布唐大人，这些弟兄的名字都记住了吗？如有不测，要重恤他们的家人。是，布唐大人。结成人墙，再推沙包，跳。是，拜托了。齐将军，那边有我们的父母和妻儿，要跳应该是我们跳啊！
那天你把官兵弟兄们带走，没踏我们的青苗，我们就已经认定你了。你就把我们当成你军营里的兵吧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，把我们就当成你的兵吧。你就是那天带头闹事的那个人。是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他是总督大人。知道就好。我们大家都听总督大人的。总督大人有话要讲。你们先起来。乡亲们，都起来吧！总督大人有话要对我们说。我胡宗宪愧对父老乡亲了。杨公公，杨公公，全乱了，分红了，只淹了淳安1个县和建德半个县。这样一来，沈老板的50万亩，还有安徽胡老板想买的田，就都难买了。当然，没淹的县也可以买，但备下的粮食恐怕就不够了。栽县的田10担谷子就能买1亩。没淹的田，青苗已经长了一半，没有40-50担，1亩可买不下来。乱了，都被打乱了。听说分红的时候，那个谭伦也在场。何大人，杨公公，要是没有别的事，在下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这件事我们是瞒着他干的，可背后却是小阁老的意思啊。这一点胡部堂应该知道啊。可他现在这么做到底怎么想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胡宗宪什么时候回的杭州啊？已经回总督衙门了。他回了总督衙门，也没来找你们？我跟何大人纳闷的就是在这里啊。按理说赈灾调粮，怎么也得应该找我们这个布政使衙门呢？你说他不怕？改道为丧是朝廷的国策，推不动才是个死。他胡部堂在这个时候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阁老还没死呢，吕公公还长着司礼监呢。你不怕，我怕。马宁远到现在还不见人呢。真要把毁堤的事透露出去，我们几个人头谁都保不住。马宁远找不着了。是，派了几拨人去找，杭州府衙门和河道衙门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。那就是被胡宗宪找去了。对，我也这么想。他不来找你们，你们去找他。见了他怎么说？不是要你们去怎么说，而是去看他怎么说。好，我们去了。我对不起布堂，但我对布堂这颗心还是忠的。我是个举人出身，拔贡也拔了几年，但是如果没有布堂的赏识，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县丞。另外，还有我的家人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今天能当到杭州知府。从那年随布堂修海棠，我就认准了，我这一生，生是布堂的人，死是布堂的鬼。现在，我终于有了个报答布堂的机会了。这个前程，
是步堂给我的，我现在把它还给步堂。一切罪都由我顶着，指望步堂在阁老和小阁老，还有誉王他们那些人那里能够过得了关。自作聪明，什么阁老，什么誉王，什么过关，你知道朝廷的税有多深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伙同他们，瞒着我去干，还说你这颗心对我是忠的。我不想隐瞒步堂，更不会伙同任何人。对不起步堂。天下事有许多本事，知不可为而为之。